载着心情啊，每天都像过山车啊，刚下来还没喘气呢，就滋溜一下给上去了。有一个男士给我打电话啊，那气得嘴直打哆嗦啊。男士是93年的，今年30岁，自己开了个门头店，年薪在10万左右，相亲也有个2-3年了啊，一直就没遇到个合适的。家里人就着急啊。去年家里就有个亲戚给他介绍个相亲对象，女方呢是95年的客服啊，她长得不高，但是人看得很乖巧，见面给人感觉就很温柔啊。这个男士看了第一眼就看上了啊，说什么也得追到手啊，于是就主动出击，隔三差五就约出来，没事就得献殷勤，给这姑娘送点花呀，送点礼物。好在呀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追了3个多月啊，人姑娘同意了，说可以谈恋爱了。于是呀这个男士就特别的开心，还邀请这个姑娘去家里。男方父母一看，新进门的媳妇啊，也给了几千块钱见面礼，算是确认了关系。男方也大包小包的去了女方的家里见了父母。这关系啊就算是定下一大半了吧。这男士啊就很纳闷一件事情啊，跟我说呀，就是每次他跟这个姑娘约会的时候，他都会主动拉着姑娘的手，但这姑娘呢直接就不让碰啊，说自己对待感情是很认真的啊，两人还没发展到那一步，他就不太想做太亲密的行为。男士就想着那可能是刚在一起吧，于是也没表现的那么紧啊。两人呢还是会一起出来吃饭聊天，反正就是恋人之间该做的一些浪漫的事情，这情侣之间该去的地方他们都去了，都做了，但就是没有那种很亲近很甜蜜的感觉。这男士就想着这越觉得越不对劲啊，难不成是仪式感不到位吗？于是就找了几个好兄弟啊，专门在这个公园里面整了个求婚仪式。谁知这姑娘一来他就看到情况不对嘛，立马转身就走，把这男士给弄蒙圈了啊，赶紧上去抓着这姑娘就问是不是不喜欢自己。这姑娘说喜欢，但是两人还不到时候，希望男士不要做这些。好了，这事儿过了之后啊，这两人又谈了小半年，家里人开始催着结婚了嘛，你毕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想要结婚的事情，女方也同意了，提出了订婚的要求啊，彩礼10万，3金首饰，给女方这一家买衣服等等。男士呢也都同意了，但就是这个心里觉得不太踏实啊，感觉两人虽然是情侣，但还是没有情侣的那种感觉，在纠结要不要结婚。他就越想越觉得不得劲儿，就找这姑娘啊，这个同一个地方的这个哥们儿去打听一下人家姑娘，就打听出这个姑娘呢是有一个同居了5年的男朋友，还上过家里的啊。把这个男士给气的啊，找这个姑娘质问，你跟别人都愿意住在一起了，怎么跟我牵个手都嫌弃呢？这姑娘听完也很生气啊，觉得这个男士在背后偷摸打听她啊，还说了自己只是谈了5年，没有同居那么长时间，只是在一起同居了1年多。男士这回就想让姑娘给个说法，那这1年啊，你看我跟你在一块儿，钱也花了不少，对你也不错，该给的我也给了，怎么到头来连男朋友应该有的待遇都没有呢？这姑娘听了很生气啊，啥待遇啊？谈恋爱就必须要牵手吗？男士听了就反驳她说你想跟我结婚，你连手都不让牵，你不想和你前男友结婚，你还跟他同居了好几年。说着说着这两人谈崩了啊，吵了好几天，这姑娘就提了分手，觉得两人性格不合适。男士不干了觉得对他不公平，好吃好喝的照顾了1年多了，说分就分了，这亲戚朋友都照要结婚了，现在还黄了。他就去挽留这个女方啊，但人女方呢态度很坚决，直接拉黑说什么也不联系了。这事咋说啊，就是膈应。有些人呢，他做事他不触犯法律，也不触犯道德，但就是这行为吧，他让人特别的膈应烦。谈了1年恋爱了，那手都不让碰，这明明就是看上了别人条件，看不上这个人嘛，非要给自己整的那么的重感情，自己不反思不体谅，还反手去指责别人，这问心无愧就显得特别的双标。说实话，我听完我都很生气如果你们在相亲的时候发现对方对你他不怎么积极，还愿意跟你确认这个恋爱关系谈感情的也不让你牵手，也不让你碰的，还嫌弃你的这就是看上你条件没看上你这个人了。喜欢本身就是一种相互的感觉，你是能感受出来的。这世道咱不能去钓鱼，但是也不能被人养鱼吧。这有人说相亲就像货比三家，这话也没毛病，但有的人是比较来比较去最后不是选的性价比最高的，而是选了一家最贵的，还自己买不起。今天有一个姑娘在我办公室里哭嘛说自己后悔了，直接是给我整抑郁了。这姑娘是95年的，今年28岁，普通本科，国企工作，长得确实漂亮，绝对有8分以上。她一开始来找对象的时候要求总结就是想找一个差不多条件的，那毕竟马上30了嘛，表示自己也不想挑了。
我就给他介绍了一位93年的，今年30岁，是985硕士，在上市公司上班，这有车有房，年薪是在25万左右。第一次见面，两人感觉都不错，相处了有1个多月，见了有3、4次。男士呢就跟他表白了，说自己挺喜欢他的。哎，人这姑娘呢绝对不慢热啊，也不钓鱼，说回去考虑2天。好了，第3天，他给男士说呀，哎呀，不好意思，我是慎重的考虑一下啊，觉得我们俩不合适。哎呀，你说这给男士给整懵了啊，谈了1个多月了啊，手都牵了，还让抱了，怎么就不合适了？那我作为中间人呢，我就去问这姑娘原因啊。人这姑娘给的理由就是感觉男士啊还不够优秀，达不到自己的预期。哎呀，我一听啊，是真的给我愣住了啊！咋不优秀了？人有车有房，还是全款，年收入20多万，父母都是体制单位的，那配你学历他也相配吧？这条件是可以了吧？哎，这姑娘就支吾了一下啊，就跟我说，哎呀，就是觉得男士个子有点矮，才175，还有点胖，170多斤，这要是能瘦下20斤啊，那就完美了。另外啊，年薪要是30、40万，就满足他要求的优秀了。真的，兄弟们，听完我就给整抑郁了啊！男士这条件在相亲市场上，他分分钟就脱单了。你想当县长夫人，你得跟着他从基层干起吧，最少有个10年8年啊！哪有捡县城的馅饼吃得好，人家当县长了，你给看上了。他说自己也不是非要去找什么官2代、富2代啊，也不是那种哎呀眼高于顶的女人，想找符合他标准的那种男人。我问他，我说符合你标准的这种男人哈，人家一定也挑的。那你有什么？他说我是有资本的，我长得很漂亮。你看，你把相亲当生意，你出美貌，他出优秀的条件，那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啊，这个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致命的关键，就是你的美貌会消失的，他的优秀一定会随着时间逐年递增的，而你不可能1年比1年要漂亮吧？最后他反正就是我强烈要求换人的，换更优秀一点的。后面真的给他介绍了不少啊，有位国企的管理人，个子挺高，赚的挺多，他觉得男方父母工作不好，介绍个家庭条件好的，他觉得男士啊长得不好看。那介绍个长得好看的家境好的，他觉得男士啊这个性格不行，反正挑了一圈没得挑了啊，他就很委屈的问我，哎呀，为啥就没有优秀的男人？最后一拍大腿反应过来，失策了，还是第一位男士条件可以。隔了半年呀，吃回头草，又去找人家了，哎呀，说自己考虑了一圈啊，决定愿意和你在一起。谁知人男士不搭理他呀，把他给拉黑了呀，跟他分手没2天啊，人家就很快脱单了。哎呀，他就听说这男士啊，现在谈的女朋友是99年的本科啊，在事业单位工作，比他是年轻又漂亮，那给他气得不行啊，哭着跟我说，哎呀，自己真后悔又错过了1年。当初你们有1万种可能在一起的时候，你挑3拣4想找更好的，现在好了，黄花菜都凉了。相亲啊，你不要傻乎乎的就是觉得是你在挑别人，当他的优点符合你的要求啊足够的时候，他也具备筛选的资格。如果你想着相亲市场上优秀男人都去哪的时候，能不能先反思一下，你在20多岁的时候你去了哪里啊？我知道我怎么选的会后悔。在婚恋市场上面啊，有句话很有毒啊，说男人一定要有钱有事业才能够去追女人，哎，女人才能会喜欢。这5、6年前有个小伙子啊，当时26岁，本科学历，在国企工作，年收入8万左右，没车没房，父母还务农。他当时来找我介绍对象的时候，那个择偶要求是真不高，他就想找一个大专学历啊，和眼缘，性格好的姑娘。当时呢，我应该给他介绍了有3位啊。这第一位是在这个事业单位吧，比他大了2岁。当时2人见面啊，这个女孩子嫌他个子不高，还没有房子，就给拒绝了。第2位呢是一个会计啊，跟他还谈了有1个多月，后来呢是因为他收入低，还没有房子，家里条件差，谈着谈着呀，人家也不同意了，他的心态就彻底崩了啊，跟我说啊，先不找了，准备认真工作2年，等有钱了，买了房子之后再来找对象。好了，就这么一消失走了好几年啊。上个周啊，出现来找我了，说家里人太着急了，想让他找个女朋友。32岁了，这几年呢确实努力工作，攒了有30多万，家里又给他凑了一些，在老家呢交了首付，买了房子，买了一辆代步车啊，工作有起色呢，也做了主管，年薪啊到了12万了。他说现在有车有房了，女方应该不挑我了吧？他想找一个28岁以内啊，有眼缘，性格温柔的这个独生女。我们俩聊完之后，就给他在资料库里就筛选了几位他比较满意的。这一位呢是28岁，长得确实很漂亮啊，在私企做内勤，他就很喜欢这姑娘的长相。但问了这个姑娘之后啊，女方觉得她房子不是学区房，而且面积比较小，父母还是农村的，就拒绝了。还有一位25岁，他也想认识，但那姑娘嫌他年龄大，这工作也一般的，也给拒绝了。还有一位呢，是因为他的父母没有退休金啊，也给拒绝他了。他就问我呀，我努力变优秀了，为什么别人还是嫌弃我呢？我做婚恋这个行业越久啊，就会把这个现实看得很透彻。当你年龄越大，你就会发现啊，你能够遇到那个怦然心动的另一半的机会就越小。我们会为房子焦虑，为车子焦虑，为工作焦虑，想要那种很纯真的爱情啊，却发现再也找不到了。
换来的是你房子面积多大，你年收入多少，父母有没有退休金啊？你对自身能力是越来越不自信，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越加的恐慌，甚至觉得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我凭什么要拥有感情？这也是在婚恋市场上面很多男人都会有的一个感觉啊，我一定要变得优秀，这样我才能在一段感情当中变得得心应手，才能够更加的自信啊，才能够配得上所谓的爱情。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啊，你认为的那些优秀其实只是加分项，永远都不是决定项。你在变优秀啊，别人也不会停的，这不过是给你自己自卑、怯懦、拖延的一个理由而已。很多时候啊，不是给别人机会，而是给你自己争取一个机会，试一试嘛，哪怕概率只有10%，也比多年之后拥有一堆头衔，遇见对方他玩都会打酱油了要好吧？求的是内心无愧和心安而已，能够在几年之后事业有成啊，实现理想的凤毛麟角。多数都是妥协于现实的，即便是有事业有成的，找对象可能不会再嫌弃他没车没房没钱，开始嫌弃他年龄大、工作累、长得还老了。所以啊，我见到的大多数都是几年之后后悔的人。哎呀，当初选择他之后，当初早点找对象就好了。不要相信啊那句等你优秀之后，有钱了、有车有房，就会有女人喜欢你了。换句话讲，那你变得优秀，人姑娘也会变得优秀，你变得优秀，那姑娘的那些潜在对象们也会变得优秀，你又凭什么觉得自己的优秀的速度比他们都要快呢？再勉强的启动都好过等待和迟疑，大胆去爱嘛，喜欢就去追，哪怕失败了，你也可以获得这段感情的反馈，知道自己如何要变成更好的爱人。读10000本书啊，不如自己去追去爱去相处得到的经验要好，一次就成功的概率几乎是不可能的，经历过挫折成长，这才被称为变得优秀。你要知道一个很扎心的真相，25岁的女生看不上25岁的你，即便你35岁事业有成，即便她依然单身，大概率啊也会看不上35岁的你的。